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好，我們這次又要一起遊大陸，這次是去西安，我們李唐的老家。這一次飛行的時間非常的長，我們今天呢現在人正在桃機哦，預計要先飛上海浦東，再轉機到西安的咸陽機場。據目前了解，降落時間是將近7點，所以這一趟大概率整個交通時間幾乎快要接近12個小時。那這一趟啊，最期待說能夠探訪1000年的歷史古都之外，我們會去看很多的歷史名勝古蹟。所以呢，一起遊西安，出發！我們這一次完成了有史以來最長的飛行，這次飛行時間比去成都還要長。這是第一次來到西安，以前有直航，現在沒有直航，所以差距還是蠻大的。但是西安是讓我非常值得等待。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西安了，第一餐呢一定要吃西安菜之湘菜。然後我們今天旁邊有一個也是我們台灣的老鄉美女小姐姐。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我是在西安待了10幾年的台灣女生。今天都是湘菜，但是我覺得它已經融合了陝西特色了，所以就不辣了，對吧？哦，不辣，但是相當好吃。我觉得你应该要吃這個吧，這看起來比較像湘菜。這個好吃。辣嗎？不辣。这酸菜魚是我最愛的四川菜。所以你現在是來陝西吃四川菜？主要最關心它辣不辣？那肯定不辣，但是都很好吃。我發現湘菜也都非常好吃。他太太非常能幹，怎麼說？他那時候還沒結婚嘛，我們去唱 KTV， 然後大家就愛灌，一個人就把大家都搞死。陝西女生也是很能喝的，她很厲害，她对她老公100歲，轉身的時候對我們吆喝哦，真那個瞬間。但是聽說我們不在的話，她就對她老公就不是切換自如。西北女子還是比較剛烈一點，非常厲害。後來就說他們結婚了，就嫁到西安來，但是那時候因為兩岸交通沒有那麼順，你們會可能不知道西安，都不知道在哪，資訊不發達。我們學歷史只是在課本上看，就會聯想到西安，都覺得大家穿古裝，好像都還在清朝的感覺。但事實上，西安是一個非常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就很多人沒有親自過來看過，可能他的觀念還停留在什麼兵馬俑啊，什麼黃土高坡啊，會覺得我們是騎駱駝上班啊，騎駱駝太 over 了一樣。我跟你講不誇張，而且他們都以為這裡有沙塵暴啊，其實早都沒有大漠。這個我一定要講一個，中國大陸是聯合國認證世界綠化做得最好的國家，他們快被消滅，那就是所謂的山北防護林工程，所以大家一定要更正這個觀念，不要老是來到大陸說大陸就是沙塵暴，錯，台灣的移動污染源汽機車就是最主要的，另外工廠亂排，台灣自己鍋自己要背，不能老是每天在那邊黑中國大陸，真的是很不公平。看到驪山，你就會感覺大秦王朝的奏樂開響了，大唐王朝開演。今天竟然來到了號稱13朝古都啊，西安。那為什麼歷史課來這裡呢？也很簡單啊，大家也知道歷史課呢是晉江李氏，晉江李氏的源流呢是唐朝李淵，那這裡呢相當於是我們祖上擴過的地方，作為一個皇室的後代嘛，對吧？好，現在雖然淪落為台灣落魄小書生，那還是要來光宗耀祖尋根一下。那我們今天就從兵馬俑開始，先看一下這個秦始皇萬帝之祖，千古第一帝，走啦。其實，在俑坑的側邊，我們還能看到拍士兵是面朝我們這個方向去站的，這個就是側翼。這個很有意思啊，這個戰法到現在還是有。到現在我們其實還是在沿用的。以火力掃蕩嘛。是的，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個俑坑內部呈現的軍陣，四面八方它都有士兵其實來去抵禦各個方向敵人的這個進攻。白顏色箱子的這個區域，這個那是在修復中。是的，所以你們現在還在弄。是的，右後方那邊有那個工作人員還在弄。哇，這是藏跟我們遺址類博物館的這個魅力所在。真的，而且這個很有意思，因為秦人為什麼那麼喜歡做俑？是因為秦人他是受商文化影響比較深，喜歡人訓，但後來才把人訓改了，以人俑代人訓，所以他為什麼那麼愛建坑就這樣。為什麼他們都是無頭的？有一句話叫天塌下來各自靠着頂，而且其實頭都是被砸得稀碎，所以它都是一塊一塊拼起來。所以我們在第一坑的時候，我才在那邊讚嘆，哇，這能拼起來真了不起，因為它很多碎片就這麼小，對，然後面部一塊一塊組上去，而且它有8大形制，但是其實細節都不一樣，對，因為都是手捏的嘛，全手工制作，所以不要說中國只是基建狂魔，我告訴大家，中國還是手工狂魔。2號坑是一個多兵種聯合作，也是一個複合型的組織。然後農民就是在這個田土的更上面種田，種不了田。因為它的土壤不夠肥沃，所以村民會選擇把墓穴選址埋在這個地方。哦，所以風水是有道理。對，因為這個地方墓穴風水好，但是種田風水不好，因為這裡沒辦法種田。看到這一件哦，哇，好帥哦！上方頭挽發髻，那麼下方我們會看到他的臉型是寬額闊腮，眉骨和颧骨是比較高的，所以這個我們說其實也是比較符合看到關中人或
西北人長相的一種形象。這個兵馬俑的每個細節，包含甲片怎麼去排列，胸甲這個部分上面疊着下面，腰帶以下它要倒過來，這樣他抬腿啊，或者是他要動的時候，他不會卡住。然後為什麼貴社俑它完整度很高呢？因為它跪下來嘛，1.3米左右，上面那些1.8米的大個子，人均路易16，頭都被幹掉了，而它是完整的，因為根本頂着。哎呀，還有顏色哎，這個是它原本漆。是的，哎呦，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它彩繪的保留。哎呦，太屌了吧！而且我覺得最細的，它的鞋子還有防滑設置。哦，我的天啊，太傳神了吧，真了不起！哇塞，太強！这个马它没有马鐙，还沒出來。对，馬鐙要到500多年之後的西晉普遍譜。是，所以我們想這個時候騎人的騎射難度是非常大。匈奴人是沒馬鐙。草原民族普遍開始用馬鐙，要到這個突厥人之後，馬鐙用的最好的是蒙古人。所以蒙古人戰力非常恐怖，除了揮劍，它是可以射箭。所以蒙古人他起碼他不是這樣，他踩在那個，然後這樣，哎，他上身是平的。綠色有，很多人都喜歡模仿一下他的姿勢。其實殺傷力很強，所以他沒有射出來一定要往下。就像我們當兵的槍口一律要朝上，因為會走火。弩也是會鬆脫，不。那你這前面一圈就沒了。兵馬俑我們基本上全部都看完。老實講，你真要我看，我就可以看3天。然後我們遇到一個超棒的導遊小姐姐，她講的真的很細緻。那我覺得來看兵馬俑的重點是，你真的可以體會到2000年前的秦朝秦始皇，他到底是如此的強大跟強盛。在當年啊，要見到這些兵馬俑，他是沒有任何的現代化的工具的，他用的就是手製的工具。古人的智慧真的是了不起啊！所以看到秦人他們如此的強大。你要說那感覺是我們的祖先真了不起。諸位歡迎來到大秦立燕。大秦立燕得名於秦，大秦立燕有姜、香、和、秦4片鑄成，請諸位品鑑，紹名於天，稽首永長，看也。这真的好吃，大家辛苦咯，最辛苦了，來，感謝老闆一直幫我們賺錢。縱觀華清宮的歷史呢，周秦漢唐歷代都曾經在這裡留下過足跡。這裡作為唐玄宗他最愛的一個行宮，來過的次數啊，貫穿他整個執政的時期，所以有着第2長安之稱。我們火岸的位置可以看到一處長生殿，它就是沿用唐代時期的一個稱法。它原來的位置是在這座驪山之上的。那最早其實相傳在公元751年的時候，唐玄宗和楊玉環是在長生殿前相依盟誓，願生生世世永做夫妻。不過很有趣的是，很多人不知道唐玄宗其實跟楊貴妃差很多歲。最開始其實是玄宗皇帝他最愛的一個武惠妃病逝了，一時間是宮中沒有一人能夠得到稱心，所以他身邊的高力士宦官後來就推薦楊玉環。在這迎入宮中之前，他其實是當過一段時間的道士，因為當時是壽王妃，你必須先晉升嘛，不然就變成爸爸娶媳婦。他算是一種過渡吧。而且其實也有一個簡單的講法啦，如果他日後有皇室的話，那就是皇室算誰的？因為古人其實很會算日期，像那個最有名的《甄嬛傳》裡面說他生的是14阿哥的那個更鬼扯，因為算日子就知道了。您剛提到的《甄嬛傳》當中呢，這有一位果親王允禮嘛，他其實也寫過華清宮相關的一些碑刻，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果親王寶。而且郡王還給他降格了，親王還比較大。大家覺得有趣的地方是，這裡應該是一個愛情故事的地方。對，其實西安事變也是個愛情故事啊，各位。這是敢說的嗎？老蔣跟蔣夫人還有張學良之間的三角問題，在當年發生什麼事沒人知道，因為那時候張學良在台灣被關了很久嘛，放的時候去美國，後來蔣夫人走了，那時候中研院進士所一直想要去問張學良說，你到底當年發生什麼事情？張學良就講，蔣先沒說，蔣夫人沒說，我也不會說，所以從此就不知道他們當時到底最後是怎麼談判的了。現在這一片區域呢，是我們的玉湯遺址博物館，那這個雕像呢是楊玉環，中國4大美女之一，其他朝代相比，女性那個時候最為開放，地位也比較高，當然也主要是上層女性了哈，甚至當官啊，像武則天的小女兒太平公主，她一度呢想當皇太妹，父親、母親，還有2個哥哥都是皇帝，現在就連我的侄兒也做了皇帝。作為大唐獨一無二的大長公主，
怎麼就不可以？當然後來失敗了，因為後來太平公主跟玄宗把韦后鬥垮之後，沒有共同敵人。那睿宗是一個非常軟弱的人，所以他也不知道怎麼辦。後來兒子就鬥垮了姑姑吧。那這種故事在整個唐朝前期那是反覆發生了，因為從太宗開始就放了一個壞例子。這是溫泉欸，滑滑的，哇，超讚。這個其實就是唐代留下來的。那下面那個磚就是唐代的。82年考古發掘，建成的時間呢是公元644年，正是唐太宗的浴湯。它也是目前国內發現最大的一處皇家沐浴湯池，面積有足100多平方米。這個位置是太宗湯池旁邊的一个御书亭，这裡曾經立了一塊碑石。溫泉迷，他是當時呢太宗呢患有這個風濕疾病的，他得到了驪山溫泉的療癒，他就讚頌驪山溫泉日月而同流，讚頌溫泉水是金薑玉液，可以怡神祝壽。但很遺憾的是，碑石呢丟失了，碑石的拓片卻被一個法國人後來買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他的沐浴湯池，我們稱之為蓮花湯。可以看到，還有那個柱子。對，我們是通過這個柱子來判斷它的整個御殿的建築面積的。這裡可以看到2處柱子，分為內外殿的。那外層可以看到一些蓮花形柱處。玄宗希望在此呢是能夠羽化成仙、長生不老的。而蓮花底下的造型可以看到8角，8個角它其實對應的是這個道教當中的8極。指的是方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據柱子的大小，大致推算，當時的柱子有7、8米，對御殿建築算下來差不多有400多平米。它只是供皇帝1人去使用。然後側面它是一個排水的位置，它其實通向的是哪兒呢？就是楊玉環的湯池。所以僅只是一個沐浴宮殿就已經這麼大，我們可以足以去想象當時整個華清宮塔的一個盛況。近代史上也發生了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西安事變了。五間廳是當時蔣介石下榻之所，就在這個華園之內發生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戰鬥。當時蔣介石是從這個房間後窗的位置到驪山之上。當時蔣介石來到了西安視察，結果楊虎城的西北軍兵變，他說翻牆逃。那時候我們以前學說老蔣跑到驪山上，他現在看懂了，他就真的住在驪山腳下。然後他打的時候，他就翻了這個後窗跑出去了。哇塞，太酷了！現在依然可以看到當時激戰留下的彈痕。這個嘛，從小讀書講的東西竟然是這個。當時隨蔣的侍衛後來是有18人被擊斃在這裡，而且是清軍哦，所以老蔣其實蠻生氣，所以後來就關了張學良，關了一輩子。這個也是嗎？有一些啊，他是被遊客越抓越大了，因為人類就是有洞就想鑽洞。今天呢，來到了大慈恩寺哦，它最有名的是這個大雁塔，更有名的是這個寺最初的主人就是唐三藏法師。因為我是黑手悟空的玩家，來到這裡有種特別的感覺。大雁塔是長安最高樓，當時在唐代已經是摩天大廈了。然後大家現在站到塔底下看，它也是非常高的。唐僧在這邊講了21年的法，其實法相宗後來在中國不是很興盛，太難了，很多太難了，就傳了3代，然後基本上就沒有流傳下去了。現在看到的大雁塔高64.5米，相當於我們現在建築房屋21層樓那麼高。最早玄奘法師是唐永徽3年，公元652年所設計和參與修建了這座大雁塔，而最初的大雁塔只有30-40年，因為裡面是用土堆的，土裡面有種子，而種子長起來，直接將第1代的大雁塔就給撐爆了。而在武則天長安年間，命人重新修建了這座大雁塔，並加高為了10層，因為古代的皇帝自稱為95之尊，而一代女皇武則天希望她比那些之前的皇帝都要優秀，所以把它改為了偶數層。而唐代的進士登塔之後啊，寫下了一首詩：10層突兀在虛空，40門開面面風。當時已經有80多米啊，比我們現在看到大雁塔還要高。而到了唐代末期，因為戰亂，上面的3層逐漸被損毀。然後到了五代時期，鵪鶉霸重修了這座大雁塔，最後把它定格為了7層，印證了佛教一句話：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而我們現在看到外表的這層磚啊，是明代時期為了保護大雁塔當時的統治者所貼上去的，所以大雁塔現在也有一個別稱，叫做唐歆明表塔。而我們再看底下的底座是民國時期為了防止戰亂給上面所加上去。而最早的大雁塔主要是甘當法師把它從印度帶回來的經書經卷還有佛舍利存放起來。所以簡單來說，它的初代功能其實是倉庫。對，就是唐代的一個30老明經，50少進士。我們常熟知的一首詩，孟郊寫的《登科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當時的他已經47歲了，但是
大雁塔有一位特別了不起的人，唐代的著名大詩人白居易，他27歲時便高中進士，登塔留名之後，還在大雁塔留了一句詩：“慈恩塔下題名處，石砌人眾嘴上。”所以文人墨客紛紛效仿，並把雁塔題名視為人生中的一大榮耀之一。就到今天的成語，雁塔題名還是指考高考、國考。如果你考好了，可以用雁塔題名。白居易當時不是還有人家說長安居不易，因為長安的房價比較貴，白居不易。我們準備挑戰21層樓，哇，一層就這麼美，天哪，每一層都不一樣，真的超美的。你看我有刻意要求，旁邊建築物不能太高。西安它對建築物的高度是非常嚴謹的在控制的，高层它的顏色你会發現都是土黃色，它這個顏色就是借鑑了黄土高坡的顏色來，拉色調維持一致。既見未來，為何不罷？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玄奘三藏院的光明堂，然後這邊就是玄奘法師的一個取經路線圖，紅線就是他取經時候的路線，而虛線的就是他回國時候的一個路線，總共用了17年，28歲去，45歲歸國。真實的經書就類似於這個展櫃裡叫《貝葉經》，其實是刻在樹葉之上，藏法師從他出生到取經的一個經歷，跟《西遊記》裡演到的不一樣，不是當時唐太宗李世民護送他出去，而是偷渡出去的。而在古印度汴京是非常殘忍，汴京失敗了，輕則離開你的宗派，重則是要割掉舌頭或者割下自己的头颅的。而當時18天內是沒有任何人對玄奘法師提出疑問，證明玄奘法師對於佛教的見解是非常正確的。看到大雁塔就會發現，它其實並不是一個直塔。當時80年代左右的時候，測量是大雁塔有偏斜了1005毫米。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開採地下水，所以我們現在在慢慢回填，基本上是1年能回填0.1毫米。1000年之後，如果大家還在的話，你要不听听你在說什麼，就可以見證歷史。這也太扯了！我們剛才聽了一整個人生的經歷，說實在的，我覺得不比《西遊記》甚至可以說更精彩。你可以看到他那個精神哦，真的是你會有一種被感動的感覺。他怎麼可以這麼的堅持，這麼的努力？我特別要講那個壁畫呢，呈現的方式就跟我們在遊戲當中看到的那個呈現方式是一樣的，哇，真的很有感覺。我們今天來到了就是大唐不夜城了，剛開燈的大雁塔超正點，這是現在全中國最夯的大唐不夜城，而且上次中國中亞峰會就在這裡辦。哥你好，哎，我是看你直播過来的。哦，好，欢迎来西安啊！你好，你是西安民宿嗎？啊，是。哦，是。再見哈，再見哈，再見哈。好，謝謝。我會朝他的耳朵。這個是根據唐太宗李世民的2位宰相房玄齡和杜如晦的典故，叫做房謀杜斷的一個主題群雕。難怪這個地方叫貞觀廣場。這2個宰相也是中國有名的宰相。有些產品的話，也是跟我們一些本土特色相結合，比如說推出了油潑辣子味的冰淇淋酸奶，感覺很酷啊。我口味很怪，有些暗黑料理那種感覺。哇，這個後面好辣呀，不？山西人不吃辣，我吃酸菜。所以你們是山西太原。哦，省府。家裡幾棟房啊？不是，這樣問錯，家裡幾平方公里？家裡有幾個樓盤。今年大陸待第5趟嘛，吃過最難吃的絕對不是油潑辣子，是折耳根。那我們不能打問。貴州人只吃折耳根嗎？不可能吧？早餐折耳根，中餐折耳根，晚餐折耳根，宵夜折耳根。他們直接洗完就可以吃了。果然是貴州人。命比較貴，像我們這種比較低階的沒辦法吃得起折耳根這種高級食材。告訴你不要點，不要點。誰跟我說？我們在這邊不要還價。來自台灣的祝福，多吃點油潑辣子。謝謝。這個油潑辣子真的是很奇怪，在口腔中久久難以散去。所以我覺得要反向宣傳。再來，西安絕對不要點油潑辣子哦。你如果點油潑辣子的冰的話，就代表你可以嘗試一下其他油潑辣子的。來大唐不夜城，超級開心，然後又看到了不倒翁。那我覺得西安它把文化旅遊跟現代生活全面結合，然後升級了。然後我真的覺得哦，祖上還是闊過的啊。看看這一切，沒有我們李世民，有你們的這文化可以享受嗎？所以還是要多謝謝我們的祖上。雖然現在到了台灣沒那麼闊了，但是呢，很榮幸能夠回到我們祖先光榮之地，而且遇到大家都超級友善的。說你台灣來，然後大家就覺得你很有趣，然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來到西安，兩岸一家親，真的很好玩。歡迎啊！歡迎啊！我們在後方看到的這些區域，全
全部都是我们的教池。我们的教池呢叫做图案教池。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工人师傅在教池内壁裱糊我们教泥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年都要清理教池，更换一次教皮泥。现在都用机器人，对，真的好现代化。我们叫中酒，头酒为酒，度数是在70度左右了。这有烈哦。您看到的这一件陶制酒器叫做水鸟啄鱼蒜头壶，而更早的观桃园遗址则将宝鸡的农业发展是推至到了8000多年以前。夏商周时期，大禹治水后呢，是将天下划分为了9州，而雍州就是其中之一，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一片土地。这里酿制出来的酒，统一是被称之為秦酒及秦飲。是您面前看到的這一件青銅器呢，叫做周公東征方鼎，鼎內就鑄有了銘文，中間這2個白色字體便是秦飲2字。您可以了解到的一件器物叫做何尊，何以為尊？我有中國。中國一詞最早的來源記載，周朝時期宴飲就是以編鐘進行配樂的。它那個音階跟我們那個不太一樣。寶雞其實是秦國的原，因為當初秦國被周朝打敗，被遷到寶雞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其實它的國不成國，它只是一個部落，在周朝的下面養馬嘛。對。他說秦德公，那這時候應該已經東周了吧？對。燈紅酒綠，其實就是因為當時古代時期出土的酒，它的顏色是呈綠色，是因為有銅離子嗎？對，是。那麼我們當時出土的這一件鎏金鳳鳥銅鐘內部呢，還是有26公斤2000多年前的西漢美酒。而且其實像青銅器的話，它本色其實是金色的，對，而且非常亮。這邊呢，您看到的是絲綢之路，雍城呢也是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當中的鳳翔驛站古稱隴官道，這也是張騫出使西域經歷了第一段為之而險阻的道路。唐代時期，鳳翔當地的酒坊是達到48家以上。那麼您面前看到的便是盛唐時期規模最大、酒品最佳的昌順正酒坊，建立於唐初的618年，也是咱們公司前身。所以其實寶雞或者是說你在西鳳這邊的話，它的釀酒的工藝是非常成熟的，它才擴散出去。就咱們西鳳酒的釀造工藝是稱之為3000年無斷代傳承。哦，這個是咱們建廠初期的酒庫，裡面主要存的酒呢是50年代到80年代之間的。所以這個到現在還在現場。這邊的話是57年的酒。哇，這更值錢。57年的酒海及57年的原漿酒，這也是見證了咱們西鳳酒的一個發展歷史。這一件是我們的國家2級文物，是清光緒年間的老酒海，也是由咱們公司前身興盛生酒坊移交過來的。覺得這個西鳳跟其他的酒不太一樣，它更平易近人一點。哇，終於來到乾陵了，真的太開心了。課本裡面的照片就長這樣，尤其幾年前終於知道自己真的是李唐王室的後代，所以今天到了祖宗的安眠的地方，做一個尋根的探訪。當我們參觀的這個墓室呢，它的全長有87米，最深處距離地面的那個垂直深度將近17米深的。最開始發掘的時候，就整個墓室裡面都有壁畫。拱形的這個呢叫過洞，這個就是陵墓裡邊象徵性的一道大門。頭頂方形的這個缺口呢叫天井，這個呢叫小龕，就它的作用呢就放置墓主人陪葬品的地方了。這個地方是一個分界處。發掘的時候，這個墓室一半是空心的，一半就實心，頂部的這些壁畫僅存的那點原始的壁畫了。現在只要是能下到地底下的這個墓葬是已經被盜過了。我們看到這個呢，它就那一處盜洞口。當年在洞口的底下，專家有發現一具倒掛的屍骨，旁邊散落的是一些金銀珠寶，還有一把鐵斧。根據那個鐵斧上面的腐朽判斷，就這個墓室被盜的時間唐代末年。我們看它打的位置就很準確，應該就是修建這個地宮的子孫後代給盜的。而且唐朝呢，他就把當年的修墓工匠給放走了，所以唐墓基本都被盜過了。那還得是我們李家宅心仁厚，宅心仁厚的後果就是被整肅。現在呢，我們就來到了這個地宮的最裡邊了，這裡是臥室，這個呢叫石椁，差不多呢有40噸重。金銀珠寶就放在這個屍椁的裡邊，當時撬開了一道45公分的裂縫，所以當時清理的時候，就它裡邊放的金銀珠寶都被盜走了。屍椁殘骸呢，現在也沒有了。他當時把永泰公主的屍身給丟到外面了，基本是為了盜取裡邊的那個金銀珠寶。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頂部有許多這種小白色的圓點，這個就代表是星星。中間彎彎曲曲白色這個帶子
它就是銀河。這裡畫的其實是月亮，這個就是太陽，而这个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当然了，我们下去永泰公主墓，墓穴17公尺，結果呢精準盜洞，這很有感受。乾陵景區入口，這些石刻呢，就是武將使用的寶劍。但是您看他身上穿的這個服飾是寬袖長袍，這個在當時是文官的，等於把這個人美化了，說他文武雙全，也就證明在武則天執政期間的官員都會是文武全才。因為當時武則天要掌控朝政，那在唐朝的時候，其實還是一個階級社會，大部分的官員都是世家大族出身。那這些世家大族彼此之間通婚聯姻，然後跟皇室也聯姻，所以彼此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密而且複雜的，所以他就要去提拔一些寒門的人，文舉不夠用武舉。那為什麼是殿試呢？我親自跟你連線上了，等於說對你有不世之恩，來突破當時的一些權力的格局啊。無字碑，哇，他也不是真的無字，現在有字了。其實這些文字是在唐代之後，就是那些後人刻的。那有沒有我們的刻字王乾隆皇？這上面沒有他的字。哎，乾隆。沒有，它的那個內容啊，大部分都是為遊記。大明嘉靖4年6月上旬，陝西布政使陝西憲部黃棟韓世啟有此，到此一遊。這裡邊也有一些對武則天評價。我們知道歷史上對武則天評價最多的是她好事做盡了，壞事做絕，兩者做極致，褒貶不一。第一種沒有刻字的說法，這通碑呢是武則天就是自己給她自己立的，她認為她是一個女人當皇帝，就功德非常高大。文字沒有辦法去表達。第二種流傳最廣了，說武則天臨終的時候有遺言，她的功過留給後人評說，這個是非常自信的一種表現。最後的一種說法，說這通碑是武則天去世之後，她的兒子唐中宗李顯給母親立的，不知道稱武則天是為大唐的皇後呢，還是後邊大周的皇帝呢，所以就留下了這塊無字碑。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明明是無字碑，大家爭相留字，但是武則天最後是把帝號給去了，她等於把江山還是還給了李家了。這個其實很有意思，是雙帝合葬還是帝後合葬？從形制上是帝後合葬。但是武則天確實在中國歷史上改唐為周了，她的歷史地位也是不可磨滅。她是我們中國歷史上非常傳奇的一位女性，嫁了2位皇帝，生了2位皇帝，自己呢還做女皇了。她享年的時候也高壽82歲了。那邊是李治的碑，那塊碑就是武則天給她的丈夫李治立的功德碑。剛才你們看到那個無字碑是一整塊，但是李治的碑它是拼接的，由7節組成，也叫7節碑，5600多字的碑文。它那個碑文是武則天親自撰寫的。武則天的兒子中宗李顯書單，當時字刻好之後，就它每一個字凹槽裡邊都填有金粉。哦，所以那塊碑之前整個是金光閃閃的，但現在1000多年了，當年的風雨侵蝕，金粉就沒有了，字跡呢也只剩下了2000多字了，好可惜。像那塊碑開創了我們中國在帝王陵墓之前立功德碑的先例。後來明陵跟清陵最愛立這個，大家會怎麼幫老爸寫碑文？那可是絞盡腦汁，因為皇帝的功過應留與後人評說，你要對歷史負責啊。我們正前方看到這個是主峰，這個是最高的，2位皇帝在主峰的裡邊埋着，就陵寢之地了。還有2座比較小的山峰就在我們的身後，你看一邊一座，東西對峙了，就像是乾陵一道天然的大門。像乾陵地宮的入口在哪兒呢？就在面前這個山的半山腰。雖然說現在把地宮的入口找到了，但是後來是考慮到文物保護的問題，就有技術打開。像這個乾陵也是從來沒有被盜掘成功過。五代十國的時候，當時有個陝西耀州節度使溫韜，他是我們中國非常大的一位盜墓專家，盜墓都盜成專家了。他還出了一本書，叫《五代十國溫韜傳》，也相當於現在那個《盜墓筆記》。只要不要臉的話，就可以把專業發展出來。他那本書裡邊寫了一句話：“唯乾陵風雨不可發。”畢竟是雙帝之陵呢。劉金銀竹的熏櫓是一件漢代的香爐，爐蓋上面前6個字寫道：“內者未央上臥”，這是漢武帝時期未央宮中所使的陶瓷器。武帝的未央宮中，對，是。哇塞，它的竹節共有5節，龍總共有9條，95至尊，對，所以我們是皇權的體現。我的媽呀！最前面4個人物頭像雕塑分別是秦昭襄王、秦孝公、秦始皇和商鞅。馬車右手邊是一個錢幣的形制，外圓內方，上面寫了2個字“半兩”。秦的半兩錢的下面還有2個人，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右上方還寫了3個字“鄭國渠”。對，半兩錢的話呢，是第一次呢把它鑄成天圓地方的這個錢，影響形制非常大。最主要就是漢代五銖錢就造這個新制軍哦。公元前202年，劉邦奪得天下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奉行休養生息的國策。到了漢武帝時期，就是派遣
張骞出使西域。所以秦汉的这几百年就是中华民族奋鬥史的一个缩影。这些展示的都是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的内容。这是秦国商鞅变法，这个不能关。柜门是完全敞開，我們認為秦國改革就是這個樣子，它是敞開門，全面的對舊制度的一次徹底的革新。那麼它的改革必然是最成功的，也是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你看這個裝置，它叫依天下，上方為圓形裝置，下面為方形的墊子，天圓地方。而上方圓形裝置上更多的是秦的一些制度和措施，這些制度措施是由上到下，寓意着從中央到地方，而中間這根立柱所展示的這些制度，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針一樣，扎在祖國的大地，推動祖國的一個社會發展。所以這個最近力度很深啊。這是秦漢時期治國的一個核心思想，上面所寫的內容都是秦的一些法律條文為主。第一列寫的這句話：妻漢夫歐治之。說妻子非常彪悍，和自己的丈夫發生了爭執，完了之後兩人打起來了，結果是絕其耳，弱折之指，問夫可論，給出了回答。當代除了頭髮之外的毛髮都可以刮掉，但是很重了，因為我們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尤其在古代這一時期的話，有一種人他是沒有鬍子的，太監，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赤子精，西安有很多次的出土，有一次重要發現是99年的時候，西安北郊一個磚廠裡邊，當時一次性出土219塊，總重量達到了52116克，它的純度達到95%以上，屬於國家的1、2級。95在古代已經是高級工藝，對，這個反而驗證了在先秦或在漢代史書當中有大量的黃金，這件事是真的，這個價值連城啊！現在金價這麼貴，國家1、2級文物3年以上7年以下啊，國家文物不允許買賣啊。很閒啊，不敢。然後這個視頻叫做天人合一。哇塞！我們看到畫面上的內容，我們每一幅動畫都是有實際的文物存在的。哇塞！這邊是文字從下到上，漢之前中國文字發展演進上升的過程。天花板上還有一句話：天下為公。千百年來，我們的書信也沒有改變，天下為公。所以有時候看到中國那麼豐富的歷史啊，對，就當個中國人是很幸福的。對，是非常非常幸福的。我們今天呢，把整個博物館全部逛完了，有燦爛的歷史跟文明的底蘊呢，就會有個自信的民族啊。西方歷史的源頭已經是中國進入璀璨文明的時刻，所以我想作為一個中華兒女，真的是以祖先為榮啊。這樣的一個歷史文化的驕傲感，不應該被今天在台海上面的局勢被民進黨政府給阻斷。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份真實帶回台灣，讓台灣每一個人能夠以祖先的榮耀為榮，見證新時代的變化，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裡面，真正的做到以天下為公，以民族為自信，以自己的文化為底蘊，邁向全世界，走向更開闊的未來。漢景帝楊陵博物院，咱們展櫃裡看到的就是我們在帝陵周邊發現的一些建築型的構件。工作裡人員的主要構成呢，叫刑土。我們在陵園的外圍發現了修陵的刑土的墓地，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線描圖，他們的骸骨就是直接放在這個墓坑裡的，然後他們身上還帶着刑具。哇，到死還不得解脫啊！對，漢代帝陵的一個基本形制，皇帝和皇後同營一血，封土這麼完整了。它的高度其實經過這麼多年風吹雨打，可能是有影響的。但是因為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對皇帝陵的保護，所以它的外觀上保存的還是比較好的。哇，這磚也修得太好了吧，2000多年前的磚哎，這龍也畫得太可愛了吧，很有現代人的美感，可以做周邊了。從側面看，其實能看到它是空心的。哦，它要減重嘛，減少成本，同時踏步消音。6處基本上在我們博物館裡都能看到。它這個做得好可愛哦，而且其實蠻像的。上面這個我們一般稱它為小豬的一家，但其實小豬放在這兒不是為了讓大家感受到小豬可愛，是因為漢代人優先吃小豬。狗也是一種糧食，它也有吃小狗的原則。漢代人的飲食是這樣。今天我們不提倡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這狗長得超像豬的，它餵的比較壯實。《神隱少女》裡面的經典台詞：爸爸媽媽不能吃太胖，會被殺掉。它都沒有破損。您看我們坑到的照片，其實很多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我們離渭河很近，渭河的它有時候這個水漫到兩岸之後，會帶着那個淤泥直接湧進地下的這個結構裡，所以很多淤泥是在那個木果箱垮塌之前，淤泥就填充了進去，反而保護了它們的完整性。我們這個展櫃中的文物都非常小，比如說這個放大鏡下面的就是印章。它做那麼小要幹嘛？因為是隨葬的，它要節省成本。因為當時文帝、景帝、西漢這幾位皇帝都會覺得給活人用的東西才比較重要。工匠的能力我們是想象不到有多高超的。沒有胳膊的裸身陶俑，這個手是它本來就沒有，它原先是做了木質的胳膊，又是為了節省成本。但是木胳膊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雕刻出任意的形狀。然後它身上為什麼什麼都沒穿？因為
原先他穿的是絲麻质地的外袍，但是腐爛了，生殖器比较特殊。宦官嘛，这留一根。是的，虽然在衣服下，但是他仍然做得很写实。这样就知道宦官到底是清到什麼程度了。這個東西它也有一個發展史，就是關於清哪裡。最早的話，它是還留一點點讓它排，後來就直接用管子了。也是各種這個宮廷事件的經驗總結。哎，說出你們知道的故事。小姐姐很懂。這個呢是鎏金銅糾帳手，它其實通俗一點說就是漢代的老年證，政府會給70歲以上的老人頒發這個糾帳手，然後裝在那個拐棍上。這個就是我們鎮館之寶啊，珊珊。為什麼叫珊珊？武帝的懷念李夫人那一段裡，他不是招了方士招魂嗎？他就說：“哎呀，何其偏姍姍來遲也！你怎麼才來呀？我都這麼想你了。”我們剛才在陳列館裡看到的各種陶俑、容器、陶制的器物，都是在這些坑道裡進行發掘提取的。它的陶俑數量就比較多。這麼多，景帝是很懂享受的人，他愛下棋，愛吃美食，愛美人。講白了，他是個紈絝子弟。今天呢，到了西漢帝陵當中的陽陵哦，就是漢朝第4代的皇帝啊，漢景帝陵呢。我發現陝西人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對先祖非常的崇敬，心存對天地萬物生靈的自發而然的一種敬畏之心，也是一種對於土地思懷之情哦，所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很多人說他陵園無聊，其實沒有。反而當你到了這裡呢，你看他們抓出了這些陪葬品、這些文化的東西的時候，你反而會有更加的一種崇敬。在2000多年前的時候。到了今天，中華兒女的那一種對於先人法祖盡忠的精神，一個對於歷史先人啊有所崇敬、有所記錄的，那這個民族必將是偉大的。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它必將是粗淺跟殘暴的。所以我相信，在21世紀的今天，中華民族必然偉大的復興。今天呢，來到了小雁塔，而在它的旁邊，就是我們今天要去拜訪的西安博物院。據說展品非常非常豐富，那我們等一下就繼續一瞧吧。我們現在腳下的這片土地，如果回到1300年前。這裡就是當時唐代長安城的市中心。我們剛才下車的時候應該有看到，這是4車道寬的一條街道。但是在唐代的時候，這條街道它的寬度大約應該在127米左右，相當於36個機動車道的寬度。陝西省它處於中國的一個中心位置，它歷史上是有13個朝代在此建都。在這兒我們也可以看到，就西安地區的一個建都年表。那麼這個建築群裡面最著名的就是阿房宮，它的著名呢也是因為唐代的一個詩人杜牧所寫了一篇文章叫《阿房宮賦》，進行系統性考古發現，只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前殿地基，什麼也沒發現，它沒有被火燒過的痕跡，也沒有任何建築的痕跡。阿房宮它在秦代應該沒有建成。西安的這片土地上，它出土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的數量是很多的。像這一件呢，它是我們博物院的一件鎮館之寶，它的重量大約是85公斤。你吸出來說这個鼎很大，而且相當完整哦，這都是食品。都是原物。我們現在展出的所有的文物都是原物，都是霸氣。我們博物院目前收藏文物是11萬多件，但是目前所有的展廳加起來展出的文物可能就是2000件左右。這件玉杯應該是戰國時期楚國的一件文物。我這個玉杯完全沒有碎裂，真的很厲害。目前全國同級別的這樣一個玉杯大概只有5件左右。它周圍的2件是戰國時期當時秦國所鑄造的金飾件。戰國時期的秦國，它在黃金的冶煉和鑄造工藝上已經有了非常高的一個水平。帶大家看一下。西漢的，對，就是西漢的。因為我昨天在秦漢館看過，秦漢和這個是一組哦，這個跟秦漢館是一組哦。當時一共出土了219枚，這個其實反覆的驗證一個是西漢多金是真的，所以真的拿去墓葬用光了。我們可以看到右上角那件金龍，唐代的鎏金藻龍，哇，這個在全國也是很難見的。中間這件叫鎏金鳳鳥銅鐘，它最震撼的就是當時出了2件，另外一件裡面裝着酒，應該是目前國內出土的唯一一件唐三彩的類型當中飛馬的題材。這匹馬可以說是一匹典型的唐馬，而且它的馬明顯比人高大，秦馬這比人還矮，所以說當時的宮廷御馬它應該是和汗血寶馬去雜交的，是當時的頂級馬種。藍釉點彩螺這件繡它最特殊的其實就是題材，因為三彩馬包括三彩駱駝它的種類比較常見，但是三彩骡子其實很少見。怎麼知道它是骡子？因為骡子是作為馱畜，馱載貨物的，馬是騎畜。這一件三彩馬超明顯差異。這一組是一組明代的一組陶俑，這個是原件，對原件。哦，對我不應該再問這個問題，他們全部都是原件，他們不屑展示複製件，真的都展示不完。而且我必須說哦，到了明朝的工藝真的是厲害，它可以燒得非常的細，因為它控溫、釉彩各個工藝，說實在是遠超唐漢。像我們旁邊看到的這幾棵槐樹，它和小雁塔是同齡的，1300年的歷史。小雁塔到了，基本完整的看。這個時間看超正點呢，因為我們前幾天去了大雁塔嘛，雖然叫大雁塔跟小雁塔，小雁塔其實更加的市中心。就它的位階來說，小雁塔
塔在政治的地位上更重要，因為角硯塔其實是官方的皇帝建給另外一個皇帝祈福的寺廟，這種大型宮殿柱子，這動輒都幾百年到上千年吧。對，因為它在庫房不太好存放。然後在台灣，這個就古蹟要圈一圈起來，要加個牌子公告。這兒只是一小部分，太奢華了。西安，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城門呢，它就是永寧門，取的是永保安寧的意思。然後吊橋的話，它其實在古代的時候，主要是為了軍事防禦所用的。以前古代打仗的話，第一道防線的話就是護城河，让淹死。大家知道，古代尤其內陸地區哦，會游泳人其實不多。對，而且北方人會游泳真的少，因為如果真的跳到黃河呢，不是洗不清的問題，是你被冲走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吊橋和這個閘樓，當時重建的時候這個碑記，哇，是日本人原建。是的，所以這個很諷刺啊。90年代中日關係可是非常好，哇。壮觀哦！整個樓體它是偏白一些的磚石，下方的牆體是偏灰色一些。這個是因為上方所有白色的樓體建築，它是在1926年西安本地的這個二胡守長安戰爭當中毀掉的，所以上方所有的白色的這個部分都是14年做的一個保護工程。紅色的位置都是當時射箭的箭窗，白色和灰色交界處，明朝的磚會多一些。它其實有一大部分是當時80年代的時候包的磚，但現在還找得到唐磚嗎？很少。至少这個立面是找不到。对，是对，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想象，唐代的土是在這個立面的裡面。所以在這邊的話，只有夯土。對，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唐朝的拍攝，唐代的城牆都是包磚的，但是唐代很多城牆其實是夯土，只有在重要的設施它才包磚。是的，唐朝和明朝最大的區別是它的燃料不同。整個現在西安城牆是13.74公里，這個長度如果是要全部用木炭去燒製成磚的話，代價非常大。隨着宋代之後火藥的引進，所以城牆的需求越來越高。是的，第一道防線就是護城河，第二道防線呢就是箭樓和越城組合在一起的。我們現在來的這個位置呢是瓮城，這個是古代防禦的最後一道防線。瓮中捉鱉就是講這個。是的，沒錯，士兵在上面一圈射箭，這個地方是完全一個天然的屏障，因為兩邊的樓梯是沒有的。是現在修的。當時士兵上城牆的話，像這樣的樓梯，它是在城牆的內側，叫做登城踏步。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是在安上門，然後整個大規模的108坊是當時盛唐時期的長安城的這個規模。明朝時期的西安府城是在圖上當中黃色這一個線的位置，然後朝西的這一段和南邊的這一段都是唐代的，然後往外延伸的這個部分就是明代的時候修的。很多人覺得皇城就住皇帝，不對，是政府機關在這裡。這一區主要就是達官顯貴住的地方，所以東市它的東西很貴，那西市因為絲路進來之後到的西市，所以西市它的東西是很豐富，所以一般老百姓喜歡到西市去。另外到了宮城，其實才是所謂皇帝居住的地方，真正皇帝的後宮會到這邊。這個大明宮是他很多時候在休憩的地方。對对，大明宮是唐中期的一個宮殿。除了大一塔、小一塔之外，很多都是隨便畫的啊，是对。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整個37公里周長的這個長安城的圖，已經是當時唐朝時期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建築了。對，你還有一個梗沒有給我講，明朝的磚，有一些磚上它是有一些泛白的物質，這個有一點點，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城磚，對，它其實是因為兩個磚之間的粘合劑。然後80年代的磚，其實它上面是有刻字的，集郵，這個是官方的，不官方的不支持啊。第一次來到城牆的上面，蠻震撼的，因為在台灣沒有什麼大城牆，台灣的這個城呢，主要是城門，旁邊的城牆早期都是用藤蔓、竹籬笆去建造，是後來治理深化之後才開始蓋城牆。然後這個城牆的大小呢，也非常的小。你好，你好，你好。我會講中文，我記得。你們都會講中文？他們不是台灣。哦，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ur political is very very bad right now. Yeah, yeah. You have a lot of problem. Yes, yes, yes. You face a lot of the pressure from Europe, United States, Russia. Yes, yes, it's true. Yeah. It's true. We are brother country, right? Yeah. Yes. I think the Turkey and China is a very good friend in the history. Yes, yes, ye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算是針對歷史古都的一次導覽，因為整個中國最有歷史氣息的，真的就是西安。作為李唐王室的後代，其實來到了這邊算是一種尋根，特別有感覺。尤其在今天，我們也知道中日現在鬧得不可開交，更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在厚重的歷史積累之下，為什麼每一個中華兒女，每一位中國人都對自己有這種強大的一個歷史使命感？因為祖先留給我們的真的是很多，而當代中國，我認為不僅
沒有拋諸腦後，還承接了並且壯大繁盛了。那我們應該要擔負起傳遞資訊的使命，讓台灣更多的人了解到大陸這邊的一個實際的狀況。我相信兩岸的有志之士一定可以讓兩岸未來越來越好，也可以讓兩岸被民進黨阻斷的訊息的繭房，終有一天會被打破。我會繼續的來努力，繼續的來傳遞更多真相、更多的資訊，也帶來更多我們文化歷史之美。我們這一趟西安行終於是告了最後一個段落了。明天早上4點起床，5點到機場，7點起飛，就回到台灣了。說實在有點依依不捨，因為這幾天感受到了陝西濃濃的人情味。這麼多趟下來，真的深受本地的照顧，很感謝在本地的夥伴、好朋友、長官的支持，讓我們這一次真的是滿載而歸。說真的，在西安感受最深的就是濃厚的歷史底蘊。西安人真的可以昂首闊步、抬頭挺胸的說祖上闊過，真的非常多的積累。但是當代的西安依然是同等精彩。我們今天也去了西安現在時下最夯的賽格廣場，逛了一圈，當然它的物價真的沒有比較便宜，真的跟台北也是相差无几，而且所有的一線品牌甚至比台北選的還要再多元。所以當代西安的活力，古代西安的穩健厚重串在一起，有一種古今交織之感，就像我們在大潭不夜城的那種感覺，這在我們其他城市裡面的感受都還沒那麼深刻，那真的是依依不捨。所以也跟了我们本地的朋友都約了，明年一定要再來西安，再來陝西，來跟大家來相見。最後，雖然西安跟台北相距了1600公里，但是我總覺得台灣人最缺少祖宗留給我們強而有力的文化 DNA。其實真的到西安到陝西，你會打了一劑非常強大的補給針，此行真可抬頭挺胸說不虛此行啊！感謝大家，我們下次再會。